清晨，安第斯山脉间，马丘比丘在第一道曙光中缓缓揭开云雾的面纱。这座印加帝国的皇室行宫依山脊而建，层层叠叠的梯田与石墙与周围群山融为一体。数百年来，它被茂密的亚热带丛林掩盖，仅有当地少数人知晓这处隐秘的圣地，直到20世纪初重现世人眼前。这座消失近300年、位于云端之上的印加古城，才得以再次讲述它的故事。游客通常选择清晨抵达，才能亲眼目睹阳光穿透云雾，洒落在古老石墙上的壮丽景象。建议穿着舒适的步行鞋，并携带雨具以应对山区多变的天气，保障旅程顺畅。从守卫小屋的视角望去，马丘比丘古城遗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逐渐展现其壮丽面貌。这里正是许多明信片上捕捉到的经典画面，可以一览无遗古城与周围群山的宏伟。守卫小屋本身是一座由印加石块堆砌而成的朴实建筑，据信是当年监视整座城镇的岗哨。清晨时分，乌鲁班巴河谷的云雾缭绕，如同轻纱般漂浮在古城上方，为景致增添一份神秘感。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巍峨的山峰和层层梯田上，将石头建筑染上温暖的金黄色。整个古城布局清晰可见，从神圣区到居住区以及远处的瓦纳比丘峰尽收眼底。沿着观景步道缓步而行，可以找到多个角度捕捉古城不同的韵味。建议预留充裕的停留时间。要抵达马丘比丘，通常会先搭乘火车至山脚下的热水镇，再转乘接驳巴士上山。许多游客会选择清晨第一班巴士上山，避开人潮，享受古城最宁静的时刻。参观马丘比丘的最佳季节是干季，大约是每年的4月到10月，天气相对稳定。从守卫小屋旁的小径继续往前走，就能进入古城的核心区域，探索太阳神庙等重要遗迹。这座印加古城在数百年前建成，至今其精密的石器工艺仍令人称奇，无需挥浆即可紧密结合。规划行程时，别忘了提前预订火车票和入城门票，这些是畅游马丘比丘的关键。游览结束后，可在热水镇稍作休息，品尝当地料理，为这趟古文明之旅画下句点。来到马丘比丘的核心区域，我们会看到太阳神殿，其独特的圆弧形结构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座神殿依着天然岩石的曲面而建，展现印加人与自然融合的建筑哲学。仔细观察它的石墙，会发现每块巨石都打磨得极为光滑，没有使用任何灰泥，便精准地堆叠在一起，石块之间毫无缝隙，甚至连一张纸都无法塞入。这份高超的石造工艺至今仍让世人惊叹。这不仅是技艺的展现，更是印加帝国强大工程能力的铁证。神殿内部设有几个精巧的梯形窗户，这些窗户并非单纯采光，而是具备重要的天文观测功能。特别是其中一道窗，据信是为观测每年冬至的日出而设计，光线会精准地射入神殿特定位置。这显示印加人在天文学上深厚的知识，以及他们对太阳神的崇拜。要前往太阳神殿，通常是从马丘比丘入口处沿着主要路线步行约20分钟即可到达。建议在清晨刚开放时段造访，一来能避开中午的观光人潮，二来也能感受初升阳光洒落在神殿上的静谧。停留时间建议抓约30分钟到1小时，以便仔细欣赏神殿的石墙细节与观景角度。太阳神殿旁边即是皇家陵墓，两者仅1墙之隔，可以顺道参观。而从神殿高处也能俯瞰整个山谷景观，是马丘比丘的绝佳观景点之一。记得留意神殿背面墙上的小巧凿孔，那可能是古印加人用于固定屋顶结构的设计。我们现在来到马丘比丘最神秘的区域之一，这块巨大的日晷石，仔细观察，
它是一块雕刻精细的花岗岩石柱，其多个平面都经过精准切割与打磨。印加人称其为栓日之柱，因为它被用来观测太阳、月亮及星辰的运行轨迹。阳光投射在不同的石面上，会产生精确的阴影，让祭司们得以判断季节变化与时间。这不仅是科学仪器，更是印加帝国进行重要祭祀仪式的中心。印加文明深信太阳是他们的守护神，因此对天文观测极为重视。即使历经数百年风霜，日晷时的测量功能依然令人惊叹，体现了印加工程的智慧。要抵达日晷时，通常会沿着中央广场附近的石阶往上走，路径清楚且铺设良好。建议您在清晨或傍晚时分造访，此时阳光角度柔和，光影变化最适合拍摄，同时也能避开上午的旅游团高峰，享有较为宁静的参观体验。在日晷石周围停留约30分钟，可以细细感受这块石头所蕴含的古老智慧。从日晷石向下走，不远处便是主神殿和三窗庙，这些都是了解印加宗教的重要遗迹。请注意，为保护遗迹，游客不允许触摸日晷石的任何部分，请务必遵守规定。我们来到马丘比丘壮观的三窗神殿，其3扇独特的梯形窗户立刻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这些巨大窗户精准地雕刻在厚实的石块上，朝向东方迎接每日的阳光。许多学者认为，窗户的方位设计与太阳崇拜有关，象征着对太阳神印提的敬意。神殿的墙面由数不清的巨型多边形石块堆砌而成，石块间接合得天衣无缝，不需任何灰浆。这种精密的石墙工法彰显了印加人卓越的建筑智慧，让神殿在数百年来依然屹立不摇。进入神殿内部，空间显得庄严而简朴，东方窗户透进的光线为这里增添一份神圣感。考古学家推测，此处曾是进行重要仪式或宗教活动的场所。神殿中央有一块巨大的雕刻石块，其具体用途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谜团。从马丘比丘的主广场沿着指标前行，步行数分钟即可轻松抵达三窗神殿。建议清晨抵达马丘比丘后，直接前往神殿，避开白天较多的游客，享受片刻宁静。在神殿前的观景平台，能将3扇窗户与远方安第斯山脉的壮阔景色尽收眼底。建议预留约20分钟，细细品味石墙的雕琢工艺，以及光影在其中流动的变化。离开三窗神殿后，循着园区内的路线指引，便可顺畅地前往邻近的主神殿和栓日石。印加人如何切割、搬运并精准结合这些巨石，至今仍是考古学界持续探讨的课题。位于马丘比丘下城区的秃鹰神殿，是印加人将自然岩石融入建筑的绝佳范例。走近一看，这座神殿的设计令人惊叹，特别是那片模仿秃鹰展翅的巨大岩石。雕刻师巧妙地利用2块天然岩石，打造出秃鹰向上飞行的双翼，而下方平坦的石块则被雕凿成秃鹰的头部。头部有它锐利的喙和眼睛，这种将自然形状与精确雕刻结合的技艺，展现了印加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巧思。在秃鹰头部后方有一个天然的岩石祭坛，推测是进行某种仪式或献祭的场所。祭坛表面有些凹槽，可能是用来收集液体，进一步说明了它的宗教用途。祭坛下方隐藏着一组狭窄的通道和洞穴，被后世称为地下监狱。这些洞穴漆黑又阴森，有些地方有石环，或许曾用来绑缚囚犯或牲畜。从马丘比丘主神庙区沿着清晰的路径往南步行，大约10到15分钟即可抵达秃鹰神殿。建议您在上午较早的时段前来，此时游客相对较少，且阳光能更好地照亮神殿。预留约半小时至40分钟在此参观，以便细细品味石刻细节与周遭环境。
最佳的拍照角度位于神殿上方的观景平台，能将整座秃鹰石刻的雄伟姿态完整捕捉。离开秃鹰神殿后，不远处就是印加住宅区，可以顺道感受当时居民的生活样貌。当你踏上马丘比丘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眼前这片宏伟的梯田景观，它们层层叠叠地构筑在山坡上。这些依山而建的梯田如巨人的阶梯般延伸，证明了印加文明卓越的农业技术与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。它们不仅是马丘比丘居民的粮食来源，更是当时整个印加帝国有效利用山地资源的缩影。每一层梯田都有坚固的石墙支撑，这些石墙采用了印加标志性的精密石工技术，无需灰泥即可稳固站立。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巧妙的排水系统穿梭其间，确保雨水能有效排出，避免土壤流失，并保持土地湿润。山泉水透过精密的渠道引入梯田，为不同作物提供灌溉。这套水利工程在当时堪称技术奇迹。印加人利用梯田的高度差异，创造出微气候，得以在不同海拔种植玉米、马铃薯、藜麦等多种作物。这种多样化的种植策略不仅提升了农业产量，也确保了粮食的多样性和供应稳定，是印加文明重要的基石。要抵达这片壮丽的梯田，通常会从热水镇搭乘接驳巴士，约半小时车程即可到达马丘比丘的入口。建议清晨便入园，除了能避开上午的观光人潮，也能捕捉到阳光洒落梯田的金色光影，是捕捉美景的最佳时机。沿着主要参观动线，你会经过多处观景点，每处都能俯瞰广阔的梯田，感受其磅礴气势，建议预留数小时细细探索。从梯田区往上走，不远处便是印加神殿和涮日石，构成马丘比丘核心区域的完整参观动线。印加人当时并没有轮子的概念，这些巨石都是透过人力与斜坡、杠杆等简单工具搬运，其工程智慧令人惊叹。许多梯田的内部填充了碎石、沙土与肥沃的表土，创造了极佳的排水和保水效果。印加人的智慧延续至今。步入马丘比丘的核心区域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阔的圣广场。这里曾是印加人举行重大仪式、集会和庆典的场所，见证了古文明的辉煌。广场一侧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圣石，它的轮廓与周围山脉的剪影完美融合。据信，这块巨石被视为连接大地与天空的神圣门户，是印加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。圣广场周围环绕着几座重要的神庙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窗殿，它以3扇巨大的梯形窗户闻名，据说能捕捉清晨的阳光，象征着印加神话中的创世之地。紧邻三窗殿的是宏伟的主神庙，其精巧的石砌工艺展现了印加建筑的高超技艺。这些巨大石块之间几乎没有缝隙，展现了无砂浆砌筑的卓越技术，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坚固。从马丘比丘入口进入后，沿着主要路线步行约20分钟，即可抵达圣广场区域。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时段参观此区，避开白天人潮，也能捕捉到光影变化的美丽景象。在圣广场和周围神庙停留约1小时，能从不同角度拍到圣石与山景的壮丽合影。从圣广场再往上走一小段路，就能到达日晷，那里是马丘比丘的另一处重要地标。站在日晷附近，整个古城的全貌和远方山谷的景色将尽收眼底。建议携带望远镜，以便仔细观察远处安第斯山脉的宏伟地貌。马丘比丘坐落在安第斯山脉深处，长期以来隐没于茂密的丛林之中，与世隔绝了数百年。这些古老的石砌建筑在印加帝国衰落后，几乎被植被完全覆盖，仅有当地少数农民知晓其存在。直到20世纪初，美国探险家海勒姆·宾汉姆3世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，才再次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。
1911年7月24日，宾汉姆的队伍沿着乌鲁班巴河谷艰难跋涉，终于抵达了这片失落之城。他所看到的是一座被藤蔓和树木紧紧缠绕的巨大石城，其规模和精湛的工艺让他震惊不已。其实，在宾汉姆到来之前，已有当地居民在此耕作，他们是这片圣地未曾间断的守护者。宾汉姆随后的几次探险，带回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与照片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这些黑白照片记录了当时丛林如何吞噬建筑，以及工作人员逐步清理遗迹的艰辛过程。马丘比丘的选址极为隐蔽，位于两座山峰之间，四周环绕着陡峭的山坡和湍急的河流，形成天然屏障。正是这种险峻的地形，让它得以在殖民时期幸免于难，成为印加文明硕果仅存的圣地之一。现代探险家的重新发现，不仅让这座古城重现天日，也为后世研究印加文明提供了无价的线索。如今，透过这些历史影像，我们得以一窥马丘比丘从被遗忘到重生的非凡历程。从壮丽的马丘比丘下来，山脚下的马丘比丘镇是旅人休憩与补充能量的所在。这里的餐饮选择丰富，为旅程画下句点。安第斯山脉孕育出的超级食物藜麦是当地料理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口感温和且营养丰富，深受食客喜爱。在许多餐厅中，您可以品尝到藜麦沙拉、藜麦炖饭或用藜麦包裹的杂物，搭配多样食材，呈现层次丰富的风味。当地的玉米粒大而饱满，颜色多样，从白黄到紫皆有，口感弹，常作为配菜或汤品的基底。由于临近乌鲁班巴河，新鲜的烤鳟鱼是这里的特色料理，通常搭配安第斯薯或当地蔬菜，简单烹调出食材原味。除了美食，马丘比丘镇的市集与店家也展示了丰富的在地手工艺品，其中以羊驼毛制品最受欢迎。羊驼毛触感柔软且保暖，各种颜色的围巾、毛衣和帽子都是来自安第斯山区的温暖献礼，样式选择众多。在一些店铺中，您甚至能看到当地妇女以传统手艺纺织羊驼毛，感受古老技艺的传承与职人精神。沿着乌鲁班巴河畔的市集，是寻找特色纪念品和品尝当地小吃的好地方，建议多逛逛，比较再购买。马丘比丘镇不只提供前往古城的门户，更是体验安第斯山区生活滋味与手作温度的重要一站。来到马丘比丘，建议规划2天的行程，让您能更从容地感受这座古城的壮丽。前往马丘比丘，通常需搭乘景观火车，从库斯科或乌鲁班巴谷地出发，沿着乌鲁班巴河岸行驶。火车终点是热水镇，这里有多种住宿选择，从背包客栈到舒适酒店应有尽有，方便隔日清晨上山。从热水镇到马丘比丘遗址，可选择搭乘巴士，巴士班次频繁，能快速抵达入口，或是体验约1小时的登山步道，沿途感受安第斯山脉的原始风光。马丘比丘的门票需提前预订，依入场时段分为数种票种，建议尽早确认并购买。若想攀登华纳比丘或马丘比丘山，则需加购特定票种，且有每日人数限制。Day One 建议抵达热水镇后，可先探索小镇风情，并熟悉隔天上山的交通动线。Day 2清晨即可搭巴士或步行上山，避开人潮，抢先欣赏马丘比丘在晨光中的风貌。花一整天时间漫步于古城内，从经典卫兵房视角俯瞰到太阳门神圣广场，细细品味印加文明的智慧。回程可安排下午的火车离开热水镇，将2日的探访行程画下完美句点。愿您的马丘比丘之旅满载而归。